为何俄罗斯想要与中国在半导体产业上进行合作？俄罗斯拿出最新的火箭发动机技术，对中国有何帮助？中国又将如何打破美国封锁？近年来，由于科技的高速发展，这也使得一些高新技术一直被掌握在西方发达国家的手里，而且也对这一技术实现技术封锁，这就使得没有此技术的国家是苦不堪言，而且是处处受到辖制。这也是这些国家想要寻求突破的原因。其中，尤其是光刻机这项技术，这就被长期掌握在西方国家的手里。美国也利用光刻机对中国进行技术封锁。不过，近2年来，中国以重半导体产业开始发力。包括长春光锁机、上海微电子等光刻机研究机构相继突破28纳米光刻机技术。值得注意的是，除了中国之外，俄罗斯同样受困于美国在光刻机与芯片领域的制裁。俄罗斯国内唯2的半导体企业都上了美国商业部的实体名单。此前，俄罗斯的半导体公司计划通过 AMD 购买必要工艺设备，却被美国出手阻止。而位于泽列诺格勒的半导体工厂，因为制程工艺落后，无法获得足够订单，长期处于亏损状态，债务超过1000亿卢布。而面对美国的封锁，俄罗斯半导体产业的抗风险能力就显然不如中国了。据获悉，从2020年到2022年，俄罗斯整个电子工业只得到不足3000亿卢布拨款，而要建一座28纳米生产线和配套晶圆厂，至少也要投资上万亿卢布。值得注意的是，目前俄罗斯芯片主要进口地就来源于中国，加上俄罗斯军工、航天等产业也需要大量精密芯片。俄罗斯人也意识到，在芯片产业上，中俄是一荣俱荣、一损俱损的。2020年，俄罗斯总统普京高调宣布，俄罗斯电信部门将与华为展开5G 业务合作，由此中俄打开通信技术合作的大门。而对于芯片与光刻机产业，同样中俄有着合作前景。据悉，俄罗斯虽然在军事方面发展较快，且取得了一定的成就，也成为了军事强国，但是俄罗斯的科技发展却十分滞后，也没有取得较大的发展。且此前苏联解体后遗留下来的半导体产业也是过于分散，能够真正用到的也是寥寥无几，因此这也使得俄罗斯在科技的发展上十分落后。此外，由于顶尖光刻机技术掌握在荷兰手中，而且由于美国的干预，这就使得俄罗斯很难买到高端的光刻机，这就极大限制了俄罗斯国内半导体行业的发展。更重要的是，俄罗斯也不能直接买芯片，因为毕竟民用芯片和军用芯片存在很大的区别，所以这就使得俄罗斯在光刻机的发展上面临着被美国卡脖子的局面。俄罗斯如今面临的问题就是所研制的航天发射器存在延迟的问题，因为其缺少了至关重要的部件，这个部件就需要有光刻机技术才能够研制出来。由于俄罗斯的航天器缺少了这个部件，所以就出现了延迟的问题。但是又由于俄罗斯的这款航天器的价值上亿，这也使得俄罗斯对其十分重视。也是在看到中国近年来在光刻机技术上取得了较快发展，因此选择来求助中国，来帮助其完成这款航天器的研制。那么，中国真的可以为俄罗斯提供光刻机，帮助其解决这一问题吗？据获悉，随着中国航天局宣布研发能承载150吨的重型火箭，有消息称，俄罗斯准备拿出自己的重型发动机技术来入股中国的半导体合作，参与光刻机技术的研发。而俄罗斯人能拿出来的，很可能就是 RD171MV 航天发动机。RD171MV 航天发动机是世界上推力和能效比最强劲的液体发动机，推力达到惊人的800吨以上，超过6台长征7号火箭发动机的推力。2020年年底 ，RD171MV 航天发动机首次测试成功。如果说这项技术应用于未来中国的重型火箭，那无疑是有很大的帮助。俄罗斯航天器所需要的至关重要的核心技术就是微电子元器件，而在这项技术上，中国却是处于领先的地位。因为中国在航天的发展上也取得了较大的进步，而且很多的成就都是领先于世界的。所以中国就是为数不多拥有此技术的国家，这也是俄罗斯选择中国的原因。然而，中国为了掌握这项技术确实是不容易，因为中国光刻在发展前期遇到了不小的难关，加上美国对中国实行的技术封锁，这就使得本就在这一技术领域存在空白的中国变得雪上加霜，也使得中国一直都在夹缝中生存，并且处境十分艰难。
所以这也正是因为中国面临这种困境局面，这就给了日本和美国以可乘之机，对中国采取高价勒索、低价倾销的策略，对中国采取技术封锁和打压的政策，大肆的挤压中国国产企业的生存空间，从而也大大限制了中国光刻机的向前发展。这样一来，对他们来说还真的是两全其美。因为这样既阻止了光刻机进入中国，又阻碍了中国光刻机技术的发展，这也使得中国光刻机企业一直发展缓慢。但是中国有着永不服输的品质和积极探索的精神，且随着时代的进步和中国科技的飞速发展，也使得中国光刻机取得了较快发展，而且也取得了较大突破，并且也突破了美国的技术封锁，打破了西方国家在这一领域的垄断。据悉，中国科学家在经过近7年艰苦卓绝的攻关，使得中国的超分辨光刻装备研制项目通过验收。这意味着中国拥有了世界上首台分辨率最高的紫外超分辨光刻设备，而且中国的这台光刻机设备使用波长更长、更普通的紫外光，这也意味着中国国产光刻机使用低成本光源，实现了更高分辨率的光刻。这也是中国在光刻机上取得的重大突破。对此，有专家评论说，光刻机将像其他被中国攻破的设备一样，都将成为白菜价。因此，中国在有了光刻机的助力之后，也大大加快了航天领域的发展。而在航天领域，核心技术微电子元器件作为各国技术发展的一种象征，也是其中非常关键的一环。此前也是一直掌握在美国手中，并且实行了长期的封锁。但是中国在科研人员不断的努力之下，终于突破了封锁，并且成功拿回了这项技术的主动权，一跃成为了世界航天大国，这也是中国实力的象征。所以也正是由于中国近年来在航天领域取得的飞速发展，就使得中国在这一领域有了较大话语权，从而也使得俄罗斯愿意相信中国的技术，从而想要与中国进行合作。因为美国视俄罗斯为敌人，巴不得俄罗斯没有这项技术，从而抓住机会对其实施制裁。这也促使俄罗斯不得不将目光对准中国，而且也是诚意满满，将自己最好的发动机技术送给中国，才促成了这样的合作。事实证明，美国越是对其他国家采取封锁和压迫，那么只会使得其他国家变得更加强大，因为这反而加强了其他国家突破科技封锁的决心和动力。而且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，也使得这些国家会找到属于自己的发展道路，从而不断朝着目标努力，以便可以取得更大的成功与收获，并且达到完全突破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技术封锁，从而实现独立自主。相信在未来，美国在各项技术方面的封锁优势将会荡然无存。